报告排长，敌航炮火已准备完毕。好，准备撤退，烟雾弹。撤！报告营长，烟雾太大，看不清路。我看他们只不过是工兵分队，火力并不强，只能靠放烟雾。等烟雾散了再前进。是。我们正在进行蓝军阵地，但蓝军又上了增援部队，火力很强，需要炮火支援。马上把目标方位发送过来。是。目标，坐标。注意好了没有？这边没。达到防卫炮指挥所。弹药装填完毕，正在封堵洞口。通知所有人员脱离战场，撤出战斗。是。向后转，跑步动。撤！进攻！我是洞3，特战队已全部撤出，可以起爆。这都跑几圈了？班长，这都跑了30圈了。自从打了败仗回来，全旅都搞成这个样子。旅长亲自带队跑操，气都不气，也不喊口号，一跑就是40-50圈，也不晓得首长是惩罚自己还是惩罚全旅官兵。幸好我们炊事班没遭拖上去一起跑。班长，饭有凉啊？凉了嘛就热嘛。班长，都热了2回了。凉。再热。那天你们态了，你们在场吗？代表你和旅党委表态。咋表的？回来好好总结呗。凭啥呀？当然是败在哪儿了。到现在我没整明白我败在哪儿了。你小点声，吼什么呀？别钻牛角尖了，承认失败并不丢脸嘛。我们通过侦察卫星发现，909旅现在是兵分3路，所以原来切断高速公路的计划，去阻止红军快速前进的企图，可能达不到了。没错，这楚占刚可比王可真精明多了。我想听听你们几个的想法。不可否认，楚占刚的3路推进策略确实很明确。我们完全不可能同时阻击3路，只有全力阻击1路，也就是中路。还有就是我们不应该放弃对高速公路的切断计划。周参谋讲的有一定的道理，但是仅阻击其1路，恐怕你的担心是有道理的。我认为，对红军的右路应当实施全力阻击，而对中路应当发起袭扰行动。红军的右路是一个炮团，一旦红军的火炮被我们打掉，或者受到强有力的阻击，红军的火炮就会失去支撑，步兵短时间内难以攻克535防线。我支持葛云的方案。909重炮走国道，那行军速度肯定快不了。这样我们就可以利用有利的地形组织阻击作战，而对高速公路上快速行进的部队，我们可以派出小分队多段出击，让他们走走停停，这样
就发挥不出他们高速路上快速机动的优势来。不错，2个方案都各有所长，但是对于我们山豹旅来说，我们是初出茅庐，羽翼未丰啊。我们能够打败808女了，其实不是实力所胜，而是对方疏于防范，被我们钻了空子。现在我们都很清楚，909旅可不是808旅，他的3路推进很有章法，所以我认为我们的打法应该是打乱他们的章法。没错。怎么打？我想3路都打。啊？胃口大了点吧？要是真打，我们恐怕没这个实力；但是不打，我们必输无疑。我的主意是，打蛇打7寸，以我之长，攻其之短，袭扰为主，乱其方寸。他们现在是3路开进，就像3条长蛇阵，其中必定有薄弱环节。接下来我们的任务就是搜集这一方面的情报，只要找到关节点，我们就有办法下手。只要让他们走走停停，我们的目的就达到了。这样吧，郝参谋长，那我们就再拿出一个详细的方案来上报给旅长。好。同意啊！我真想一块儿跟您过去看一看。政委对我还不放心？不是不放心，而是觉得激动人心。跟这支蓝军部队打对抗，还是第一次，我们以前没有接触过。这次参加第1阶段总结，总算是见到山豹旅的2位主官了。你感觉怎么样？遗憾的是没有正面交流，不过看上去他们很精明，也很年轻。咱们一上来就和山豹旅打对抗，也许是件好事情，但是千万不能掉以轻心。他们的侦察能力很强，技术设备也很先进。弘毅啊，旅长的性格脾气，咱们大伙儿都了解。他不希望下属公开场合下反驳他的意志，可是你当着这么多营以上的干部否定他的决策，这样不太好吧？事关重大，你说我怕？可以会后再交流嘛。我知道您说的对，但是我忍不住。其实想调你过来干副参谋长，也是旅长的提议。希望你能接好丁参谋长的班。好了，我还要去追赶大部队，旅长他们已经出发了。还是那句话，关键时刻还要靠你们特战大队。谢谢政委的关心，那我走了，注意安全。怎么样？909旅的摩步一营是他们山地战的主力营，现在却留守在家。嗨，他们是怕我们呀偷袭他们后方，就把主力部队呢留下来看家了，这可以理解。不过楚占刚这次可是来者不善，3路开进，长驱直入。我看真打硬拦，恐怕是挡不住。这郝参谋长啊，正在部署葛参谋的作战方案。葛源，你说说。旅长，这是昨天晚上信息情报中心派黑客潜入909旅网络截获的行军方案情报。右路是一个炮团，一个加强地炮营，一个远程火箭炮营，后面还有一个特战大队。沿国道北进，我们在统领山和小毛山一带设立了2处阻击阵地，估计可以拦截他们大概2天的时间。我是看好楚占刚的中间这路。中路，你准备怎么打？冯孝生和柳珊珊他们做了一个方案，你看看。好，你吃，待会儿。哎，坐。你怎么回事啊？你指什么？你怎么还没走啊？怎么还在这儿啊？我不是跟你说了吗？我同意了。哎，参谋长也同意了。我知道你同意了，我不跟你说谢谢了吗？你还要怎么着啊？那你怎么不走啊？我是要走啊，但我不是现在走啊。你都把我给说糊涂了。没事儿，难得糊涂不算糊涂啊。哎，我可提醒你啊，你要是不走的话，有可能当望二胎。你头胎都还没有呢，真是咸吃萝卜淡操心。
冯笑生和柳珊珊他们搞的方案，你好好看看。啊，好的。但是能不能达到组织效果，我这心里边还是没底。这心理战不像阵地战，不像实兵火力对抗那样能预测出效果，但我敢肯定，能对红军的长途机动产生影响。咱们第一阶段的目标不就是组织他们的行军速度吗？是，反正能多组织一天是一天呗。我怎么觉得你对这个还挺有自信的呀？那当然了，我没研究完的课题，核心内容说的就是对于外军的心理战。武力震慑是心理战最常用的战法，但是有目的的制造舆论、散播信息，那才是最便宜的武器和弹药，咱不用白不用啊。是。要不怎么沈参谋长说你是我们山豹里的半边天呢？啊？你纵观这几年国际上的反恐战争，心理战战力无处不在，从战略到战法，从战术到战役，无不渗透着心理战的元素。恐怖战争的本质就是心理战，用战术手段达到战略目的。是，这反正听着挺有道理啊。心理空间的对抗是无形的，也是莫测的，它是一种软实力的竞争和攻防。它是以人的心理为主要战场，人与人、部队与部队、国家与国家的信念、决心、意志力和信息传播的比拼和较量。要想打赢心理战，最关键的是要有自信，其次是治信息舆论权。你这么一说，好像明白了，就是说瞎话不带脸红的。行，随你怎么说吧。韩鹏和童飞是为筹建山豹旅，由我从不同单位借调过来的一队临时搭档。在此之前，谁也不知道专业化蓝军是个什么样子。我希望他们能把占据陆军首长的意图和我对这支部队的具体构想尽快的变成现实。他们不负众望，在有限的条件下边组建边训练，竟然拉起了队伍参加了演习，并出战告捷。这的确出乎我的预期，但接下来对这支部队如何管理、使用，又如何发展，都还在摸索之中。军政主官间的磕磕碰碰也就难以避免。好在打造一支专业化蓝军的梦想，已经逐渐成为山豹旅官兵的共识。我看下一步还可以放手让他们去闯，出问题我兜着。好，我马上向楚总汇报。老楚啊，弘毅他们已经安全到达了小王机场。好，让他们保持联络，进展情况随时报告。好。喂，洪工程师，楚总指示，让你们随时跟总部保持联系，工程进展情况尽早报过来。喂，信号不太好。行，你明白就行，挂了啊。哎，啊，什么楚总、洪工程师的，你这是弄的一套什么呀？哦，这是我送他们上飞机时，弘毅和我临时编了一套暗语，防止有人窃听泄密。这都什么年代了，还搞这套40年代的谍战手段？现在有跳频加密电台，有网络加密技术，不用这么费劲。弘毅说呀，多点防范意识是很有必要的。本拉登隐藏多年，美军动用所有的高科技手段都没能抓到他，就是他呀，从来不用无线通信工具。要不是那边出卖，想抓到他还得费番周折呢。哎，你刚才叫我楚总是吧？是啊，弘毅说他现在是公司里的一名工程师，你呢就是他们的总经理，他们去完成一项工程任务。535防线就是建筑工地，作战行动就是施工方案。哎，有点意思。哎，哥们，
给洪工程师打个电话，再给他说一下工地上的情况，让他一定要注意施工安全，一定要杜绝工伤事故。没想到哈，楚总这么快就进入角色了。关机了，刚才还通话呢。我估计啊，是没电了，一会儿呀会打过来的。哎，政委，你看，听说我要打山豹旅，战区的几位老战友啊，都给我发过来一些有关山豹旅的信息。半年前，战区陆军首长为进一步改革陆军训练方法，提升陆军部队实战化训练水平，突破部队在长期和平环境下训练难以贴近实战的瓶颈，在沈军参谋长的提议下，组建了一支旅级假想敌部队，取名山豹旅。哎，下面还有呢。这支部队不隶属任何一个集团军和训练基地，由战区陆军首长直接指挥，全新的编制和建制。旅长韩鹏是军事科学院调来的，政委童飞是国际关系学院外军研究所研究员教授。往下看，下面一条，为的是避免战区陆军内部进行繁殖和各种人际关系，韩鹏到任后几乎没与战区陆军其他部队主官们见过面。山豹旅参照外军数字化旅编制所建，该旅配有相当数量的文职人员，组成信息情报中心，主任柳珊珊情报学博士。山豹旅平时着外军军装，说英语、法语、日语等，以西餐为主，营区里挂豹头旗帜，唱类似美军勇士之歌的热血歌。枪械装备以进口或我国目前出口中最新装备，现租用军用卫星2格，可全天候获取各部队情报信息。呀，这太牛了吧！还有更牛的呢。山豹旅还有2名外军研究的专家，这2人都参加过维和行动，在国外军事学院进修过，对外军蓝军部队介绍有过研究。老楚啊，这回啊，咱们真有点跟外军过招的感觉了。为什么说磨刀不误砍柴工呢？我到战区陆军就是搜集这些信息，发动所有的关系啊，弄清楚山豹旅的情况。王可贞哪会想到，蓝军背后还有这些背景？他不败才怪呢！老楚啊，我真没想到你考虑的这么周到啊！我还给王可贞买了一个200多块钱的果篮呢，他请我到小洲吃龙虾，最后还是我结的账。哎呦，这笔账啊，可不好报销啊！啊，这有什么呀？找我老婆报就是了。哎，这位你想想，这打一场演习多不容易啊！要想打胜，这演习之外的功夫不得不下哟。旅长，你这只笑不说话什么意思吗？到底行不行啊？我们还有第2方案呢。没问题，不用第2了，就用第1个。真的？真的，马上上传。就算搅局不成，至少呢也吓他们一跳。是。我听这柳珊珊说呀，现在呢他正在研究这个808旅，还有909旅，他们这些领导人的人文素质。哎，这是什么意思啊？柳珊珊啊，是从人物的性格、行为、嗜好的角度去分析某一个人的命运和归宿。比方说，王可贞和楚占刚，他们以前都爱喝酒，可是现在不让喝了。那一个急刹车，有些人可能就能适应，自我调节能力强；有些人恐怕就适应不了，难免会酒后出事。人家是从一种微观的现象入手，去研究军改以后军人心理状态的某种变化过程。这种研究有意义吗？情报学本身就是一门新兴的交叉学科，只有深入进去，横向印证，才能获得所谓的收获。至于意义嘛，我也不好说。但是我觉得，只要去探索，
都是有意义的。你这么说，我还是有点懵。这也不奇怪，军区时代一下子跨入了战区时代，大陆军的理念一下就被打破了。战区主战，军种主建，联合作战指挥体制和军队体系重塑，这么大的动静，谁能不懵啊？所以呢，任何探索都是有意义的，哪怕是失败的也是有意义的。哎，那你跟我说说，失败者有什么意义？失败的意义就在于为后来的成功者寻找捷径啊，就这么简单。我看没这么简单。怎么说？你看啊，失败者呢需要承担巨大的压力，需要承担责任，承担后果，让人怀疑他的实力，最后甚至有可能被淘汰。所以说，谁也不愿意做失败者呀。道理简单，理解起来不简单。军改的首批参与者必将是一群军改的探路人，甚至是要付出牺牲的奉献者。真正享受军改成果的，肯定是后来人。因此，我们对此要有清醒的认识。沈参谋长也说过，专业化蓝军具体能走多远，他心里也没底。但是我们还要继续往前走，这可能就是军改参与者的勇气和精神吧。还有呢？我看你是揣着明白装糊涂。我不否认呐，这王可争啊，他是轻敌，没把山豹旅呢当回事儿。输呀，输在墨守成规上；败呢，败在脱离实战和不了解现代战多样化的战场形态上。是，我们只不过是先下手为强，占了点小便宜而已。但是楚占刚针对我们已经做好了充分的准备。对于909，我们到底应该怎么打呢？他呀，三路开进，气势如虹。我们呢，分兵阻击，还没有这样的实力，只有集中兵力围歼其一路。可这已经是老套路了。套路？对呀，70年前运动战的战术，而今天，只要我们队伍一出击，天上的卫星早就把我们的行动轨迹清清楚楚地告诉了红军，而909的另外2路部队必将势如破竹，只要一路到达狼山，那535还有险可防吗？你说话呀！你不是都说了吗？我是提出问题，解决问题是你的活。你已经提出了多套方案，而且我呢批准了第1套方案。你倒是会吃现成饭啊！也是，强攻我们不行，围歼也不行，我们唯一的办法就是攻心战，打心理战、网络战、舆论战，利用他1500公里的行军路程，在途中对他进行各种袭扰。总之呢，只有一个目的：扰乱他的行军节奏，拖1天是1天，拖1秒是1秒。对，发挥我们灵活机动、年轻官兵多、思维活跃、时尚超前、善于打网络攻击的优势，打入909的内部，浑水摸鱼，伺机出击。红衣的手机怎么还是关机啊？还真不把我这楚总当回事啊！啊，他想干什么？想跳槽啊？呀，肯定是红衣打过来的。老楚，军部电话，看什么事？喂，刘部政委，对，我们在行军路上。什么？战区局域网把我们的行军路线公布出来了？不可能，绝对不可能！好，我马上看一看。怎么回事？刘部政委在办公室上网，在第1战区局域网上发现有人把我们的行军路线图给公布出来了。不可能吧？刘参谋，到，你打开战区局域网看一看。是。这蓝精灵是什么人？他想干什么？他们是怎么知道我们情报的？是参谋长，接过来。是。旅长有情况。什么情况？
我们的行动计划全部被蓝军窃取了，还公布在网上，各部队都看到了。右路炮团朱团长已经叫部队停止前进，请示怎么办？谁叫他们停下来的？他担心过统领山和小毛山，遇上蓝军伏击，那里全是盘山路，一台车辆被毁，整个车队都会被堵死。旅长，朱团长说的有道理，这种情况不能不考虑啊。这肯定是韩鹏搞的，肯定是他们搞的鬼。现在怎么办？如果不尽快处置，这样下去肯定会影响部队的情绪啊。通知各部队，前面路口下高速，在收费站附近集结待命，叫参谋长过来去。909旅装甲营列车已经到达第1编组站，估计在此等待2个小时后重新编组。2个小时，2个小时修改运行图有没有可能？有一定的困难，我们必须设法进入铁路分局的网络系统。你先去试试看吧。是。照目前这个速度啊，他们的装甲营明天晚上就可以到达狼山基地了。你们想办法让他们的装甲营滞留在咱们的第1编组站最少24个小时，在第2编组站至少也要停留48个小时。这样一来呢，就能达到效果。就算他们的装甲营到了狼山，也没多大作用了。从信息和情报数据生成的909旅中路推进的情况看，我们的心理战初见成效。估计楚占刚现在肯定气得脸色苍白，正在大骂我们韩旅长呢。哼，这是你们不够意思，你们干了坏事儿，把屎盆子全都扣到我头上了。可是这一招也不一定能阻拦他们多长时间呢。但起码能让他们停下来呀。就算停几个小时，也是战果显赫呀。但是红军很快就会识破的。识破了再来嘛，不怕慢就怕战。停下来容易，再想把速度提上来，那就得耽误一段时间了。而且不用出动一兵一卒，也不用开一枪一炮，只要在网上发几条信息，我们怎么都是划算的。哎，同飞，你呢就在家帮我盯着点，不时的放一点烟雾弹，只要他们慢下来，咱们就达到效果了。我去演习现场看看热闹去。你不能走。为什么？下一步怎么办啊？你说的怎么办？是弹药用光了怎么办吗？对啊，冯大队长他们编的信息条目基本上都已经发出去了。啊？都用完了？但是我怕第一波的打击力度不够啊。毕竟不是炮弹导弹，信息发布又是有逻辑性的，一旦被对手识破，现编剧本是肯定来不及的。那就是你们网络作战经验不足了。作战经验？对啊，你们不会上菜呀？上菜？嘿，你们到饭馆吃饭吧？啊，那服务员什么时候一次性就把所有的菜全都上来了？这不得一道一道的上啊？这你们倒好，把菜一股脑的全都端上来了，那这客人这不是吃完了就得走啊？这一点我还真没想到啊。这样吧，葛参谋，你带几个80后、90后，编纂一点什么花边新闻。反正啊，只要让楚占刚心里边不舒服，咱们就达到目的了。可是我们现在已经没有猛料可以报了。实在不行，就把郝参谋长的作战计划给发过去。你说什么？把伏击909旅的作战计划公布出去？是啊，不是缺猛料吗？扔出一件是一件啊。这假消息可以往外甩，这我们真的作战计划能公布于众吗？这不是把我们家底交给对手了吗？现在还不到孤注一掷的时候吧？葛源，要说打心理战呀，我不如佟政委，他呢是研究整天怎么忽悠人的。谁忽悠人了？哎，那通俗点讲就是编瞎话骗人，对吧？你怎么能把心理战比作是江湖骗术呢？心理战是运用心理学的原理原则，以人类的心理为战场，有计划地采用各种手段，对人的认知、情感和意志施加影响，在无形中打击敌人的心智，以最小的代价换取最大的胜利和利益。通过宣传方式，从精神上瓦解敌方斗志，或消除敌方宣传所造成的影响的对抗活动。对，只要能达到目的，就必须运用一定的手段。对，心理战的手段运用原则依据的是心理学原理，主要是注意力、需要率、错觉率、思维定势率、从众心理率、逆反心理率等等。手段主要有威慑、谋略、佯动、伪装、恐吓、欺诈、诱惑、收买、谣言、宣传等等。跟你说话真费劲，
你自己好好看看书，补习去吧。我听懂了啊，你说的已经非常明白了。不过呀，一说这个手段，我就觉得怪难听的。哎，咱们就说战术吧。啊，从战术层面上看，此刻呢，咱们抛出一份真的作战方案，让他们真假难辨。他们势必要花一定的时间来分析研究，验证我们的作战方案是真是假。这样一来呢，我们就起到了拖延的作用。我同意，猛料可以抛出去一部分，但关键性的作战计划绝对不能暴露。让部队停下来，我到军事法院起诉他。现在也没有足够的证明这件事情就是山豹旅干的呀。事实摆在面前，干这种事儿对谁有利？只有山豹旅吧。蓝精灵是谁？就是蓝军，就是山豹旅。几个团营干部都给我打电话，都感到这演习没法打了。这不等于把我们的一举一动都暴露在蓝军的眼皮底下吗？参谋长，这么激动干嘛？这就是韩鹏在给我们玩花招，说白了就是在跟我们打心理战，有意在局域网上发布这些信息，让我们干部战士心慌意乱，让我们部队因此停止不前，这就是他们的最终目的。可这不仅是心理战啊，我认为还有人身攻击的意思。我都没往心里去，你们啊，别太在乎。参谋长，刚才我旅长分析了情况。现在蓝军敢于主动出击，用心理战、信息战来骚扰我们，恰恰证明了旅长在作战会议上分析是对的。蓝军深知在实兵对抗上实力较弱，也知道自己想死守535高地3天是不可能的，所以呢，就想在1500公里的行军路上做文章。只要能有效的制止和迟滞我们到达狼山基地，他们就能保证固守3天，抗到胜利。其实这点，首长心里头很清楚。我现在也想明白了，首长为什么让我们909旅如此长途奔袭，而且时间限制这么死，就是要考核我们的远程机动能力和指挥协调能力。旅长、政委，我马上通知部队，关闭所有与战区局域网连通的电脑，任何人不经允许不得上网。好。旅长、政委、参谋长，针对蓝精灵的挑衅，我们组织的网络反击组已经对蓝精灵发起了反击。网络反击？对，你们看这个。蓝精灵，有种你站出来，亮出你的真实身份。蓝精灵就是个卑鄙小人，阴沟里的幽灵，拉出去枪毙半小时。这是谁组织的？开头是战士自发的，后来我提议组建网络反击组，集中火力，有针对性的反击，都是咱们旅里的网络高手、大学生兵啊！看这个。战友们，经雷达大王的缜密侦查，蓝精灵已现原形，他就是蓝军主力山豹旅。我们一定要攻上535防线，生擒野山豹。战友们，加油！5连炊事班的看家菜就是红烧山豹肉，我爱吃红烧豹子头。这是蓝军的阴谋诡计，红军要大胆往前走，勇往直前，胜利有望。虎豹之争，华南虎必胜。这哪是什么反击啊？明明就是上了蓝精灵的当。上当！徐干事，马上通知战士们，停止这种毫无意义的论战。蓝军就是想在我们行军路上制造事端，打乱我们的行军部署，分散我们的注意力，迟滞我们的行军速度。原来是这样，通知各单位关闭所有上网电脑。明知是蓝军的心理战，还和他们对骂，不是耽误功夫吗？快，好，明白。报告，旅长、政委，蓝精灵又发布新帖子了。什么新帖子？是南军的作战部署，要伏击我们，伏击地点已经公布出来了。
真的吧？但也不能不信，万一出雷呢？完全没有任何真实性可言，这全是蓝军的虚张声势。通知部队全速前进，不要有任何顾虑。旅长，我带警卫营和工兵连前突30公里。好，遇到情况不要恋战，不要停留。楚占刚万万没想到，自己缜密谋划的这个气势如虹的挺进计划，会遇到蓝军的这种看不见又摸不着、说不清又道不明的冷枪暗箭的袭扰，实在是让习惯了按训练大纲行事、一向中规中矩的正规部队感到无所适从。而为了应对这种烦人的幽灵般的袭扰，又不得不放慢速度，走走停停，停停走走。与在高速路上以平均拖拉机速度开进的主力部队相比，909旅特战大队可谓是健步如飞，已经神不知鬼不觉地潜入狼山基地，并展开侦查。看见没有？前面那条冲沟，人可不跟上去。这条沟在图上没有标识吗？应该是半个月前山水冲出来的。你把牛往这边赶，就是为了侦查这条沟？没错。昨天晚上我在卫星地图上看见这里做了条小沟，不清楚什么样子，人能不能上去？看来发起攻击时，这条冲沟可以作为一条隐蔽通道。我就是这么想的。走，过去看看。只能等待他们下一步动作了。通知特战大队，准备出发。是。参谋长，旅长呢？哦，他跟政委去特战大队了。你怎么能把统领山的伏击方案公布出去呢？这是没有办法的办法。统领山小茅山阵地刚开始建造，阻击部队还没有到呢。而且红军很快会派侦察机前去侦察，出动轰炸机发起攻击，那么阵地瞬间就会被完全摧毁。对呀，你提醒得好。这样，通知阻击部队停止前进。参谋长，你做这个决定，旅长知道吗？他还不知道，但是我会马上向他报告。这个决定是错误的。错误的？红军的右路一定要阻击，强力阻击。一旦炮兵到达狼山，对535防线将会带来毁灭性的打击，绝对不能放弃对红军的阻击，绝对不能。葛参谋，你说的问题我已经考虑到了，但旅长的意图很明确，只要能够达到阻止红军前进的目的，任何手段都可以使用。下一步呢？下一步，我准备把统领山的阻击任务交给工兵分队。让工兵上去啊？不行不行，郝参谋长，这玩笑开大了。让工兵上去打阻击，那不等于送死吗？没关系啊，只要发现他们侦察机活动，我们就撤出阵地，等轰炸停止，我们再进去修，只求效果，不图质量，弄个豆腐渣工程就可以了。豆腐渣工程？郝参谋长，你的意思是，最终放弃阻击阵地？刚才啊，政委、冯大队长和刘主任的心理战攻势已经起到了一定的组织作用。我想，如果我们把真的阻击阵地改为虚拟阵地，配合他们打心理战，虚虚实实，真真假假，只要能够让红军走走停停，停停走走，我们的目的就达到了。我们已经有1整天没有和吕布联络了，是不是该跟吕布汇报一下我们目前的行动方案？不行，现在跟吕布联系很容易暴露我们自己。吕布和大部队正在行军，顾及不了我们。等到了狼山再联系也不迟。我再次警告啊，所有人不得使用手机和电台，手机和电台的电池全部卸掉，只要是违反命令，严肃处理。明白。
老乡，下面不有过去。吓一跳，说啥？最近搞演习，你们没接到乡政府通知吗？啊，听说了，听说了。俺是看那边草长得茂盛，牛也爱吃，以前没来过这边，这就走，就走。哎，老乡，你们是哪个村子的？三乡前村嘞。哎，那是啥部队嘞？咋跟以前的解放军穿的不一样嘞？好了，不要多问了，这是训练基地，以后不要再乱跑了。啊，走来，走来。队长，丁凯的担忧不是没有道理的。空军的侦察机30分钟后能赶到托美山小毛山展开侦察，我估计高速路上不会有太多问题。看来808旅失败是有理由的。怎么讲？你看看，我们参加过多次演习，但是这种非常规的演习很少遇见，有也是一些常规的防空隐蔽、电磁干扰。哪会在路上设置这么多科目？我认为，这支专业化蓝军部队的出现，让我们遇上了一个全新的对手，好多以前的观念和习惯，都被逼得要改变了。政委啊，有这种意识是对的，啊，但饭还要一口一口的吃，不可能一步到位的。基地化训练搞了多少年，不是一直在改进吗？报告参谋长，我警员营侵犯2台车出雷，部队现已安排警戒。通知车队停止前进。是。看来，蓝军还不是来虚的呢。命令工兵连，前途100米，展开探雷作业。是。沟洞洞1，我是沟洞洞3，前方有车触雷，工兵连正在实施排雷作业。看来蓝精灵发布的信息不是虚的。难道韩鹏真的想在一路上阻击我们？不太可能了，绝对不可能。炸1、2台车怕什么？报告，刚收到空军空中侦察报告，发现统领山一带有蓝军出没，并发现部分防御工事。
命令航空兵部队，只要发现就炸掉他。是。给我接通炮团朱团长。是。鲍团长，热电话。哎，队长，我已经派侦察连枪去侦察了。什么？让特战大队从后面调上来？旅长，特战大队没跟随着我呀，你是不是记错了？跟在我后面的是摩步3营。没错，是3营跟在炮团后面。好，摩步3营就摩步3营，你把3营调到前面去，派你的副团长随队指挥，最少突前50公里，攻击前进，控制统领山、小帽山所有要点，掩护炮团通过两山。旅长，摩步3营离我们50公里呢，命令他们马上过去。是。朱团长，你们要有清醒的认识啊，这是蓝军的心理战。蓝军目前怎么可能调出足够的兵力到统领山、小帽山展开阻击呢？空军马上会对蓝军的阻击阵地发起攻击。等3营控制了山区要点，你们一定要快速通过，不要停留。副营长，到，马上出发！朱团长命令我兵打前锋。是。122人走了，后面跟上。是。参谋长，那就是统领山主峰。我们的工兵阻击点就在这里。团长，是红军的歼击机。说曹操，曹操就到啊！啊，给我接工兵1排。是。小伙计，我是郝掌柜啊，生意怎么样啊？老板，不好了，发现菜鸟2只，有下蛋的意思。下蛋啊？好啊，下就下吧，让我们的伙计注意啊，别砸着头。等他们下完，咱们不跟他们玩了。回家吃饭。好嘞，兄弟们，撤！长官，909旅下手比808旅还要狠呀！可惜阻击任务不归我们工兵，不然
我还真想和他们好好玩上一把。台长，长官要和你通话，用2号密语。癞蛤蟆是青蛙。什么？有一群蝎子从山下上来了，能否抓2只油炸？没问题啊！报告癞蛤蟆，青蛙分队早已做好补给准备。红军一个营已经向我们开来了，参谋长让我们分组阻击一下，做阻击准备。通知特战大队彭副大队长，按计划执行。是。空军报告，蓝军统领山阵地已被摧毁。朱团长报告，某部3营继至统领山主峰。通知朱团长，天黑前控制统领山一线，炮团务必在天黑前通过统领山。是。我们的前方情况怎么样？工兵连还在排雷。怎么搞的？几颗地点还搞不定吗？政委，你在这里守着，我上去看看。老鼠，前面有丁参谋长呢。还是我去吧。凭他这么谨慎法，明天早上也过不去。蓝军没有多少人，只不过是虚张声势。1排2排，阵地两侧，摸上去。是。打！报告排长，第一样爆破已准备完毕。好，准备撤退，用弹。撤！报告营长，业务太大，看不清路。我看他们只不过是工兵分队，火力并不强，只能靠放烟雾。等烟雾散了再前进。是。是。红蓝双方谁也没想到，当真正的实兵对抗展开时，首先投入战斗的不是炮兵、步兵，也不是特种兵，唱主角的却是工兵。蓝军派出一个工兵排在统领山上构筑假阵地，打造豆腐渣工厂，虚张声势打起阻击战。而红军也派出一个工兵连在高速公路上展开认真细致的排雷作业。这些看似不成规模的小打小闹，则诠释了时间都去哪儿了的真正含义。对楚占刚来说，时间的流失意味着期望中的胜利要打折，回旋的空间被压缩，他不能允许这种现象蔓延。什么情况？还有30分钟，这段路就排查完了。30分钟，大约还有150米的样子。挖出几颗地雷？有10几颗，但都是假的。什么？假的？把工程师开过来。是。旅长，你不能去，还是让我来吧。你马上带上队伍，在后面跟上就是了。上车。
我看有些旗鼓相当了嘛。看来楚占刚这只华南虎真的被激怒了，连自己这个旅长啊都亲自披挂上阵了啊！韩鹏的下一步棋可就不好走喽。报告参谋长，工兵分队已将红军车队阻止在500米外的道路两侧，定点爆破准备完毕，可以随时进行山体爆破。定向爆破，我们准备通过山体爆破形成山体滑坡，阻断这段公路。就是我刚才跟你说的垃圾战术。参谋长，你看，现在能够制造多少立方的阻拦物啊？接近1万立方，红军全力打通需要多长时间？最少需要3个小时。好，这样，再给我增加1倍的土石方量。需要时间填充弹药。报告大队长，叫你的特战分队把工兵替下来。是。把你的工兵集中起来，继续填充炸药。我给你20分钟时间搞定。我要让他们连拉带挖到天亮。工兵就喜欢玩大当量的，没问题。哎。我们起名叫垃圾战术，这名字是不是不好听啊？我们专业化蓝军就是块臭豆腐，闻着臭，吃着香嘛。好了，去吧。是。哎，不行，多了，撤下一下。多放点不是威力更大吗？威力大了会把山体炸飞的。如果阻塞体落不到道路两侧，我们不就等于白干了？快！来人，把洞口封上。我们正在进行蓝军阵地，但蓝军又上了增援部队，火力很强，需要炮火支援。马上把目标方位发送过来。是。目标，坐标。这里好了没有？这里没。拿到反馈炮的指挥所。弹药装填完毕，正在封堵洞口。通知所有人员脱离战场，撤出战斗。是。向后转，跑步动。撤。进攻。我是洞3，特战队已全部撤出，可以起爆。
队长，你怎么亲自开车探路？这多危险！哎，要不这样，这段路还不得走到天亮啊？这样，到前面宿营区吃点东西，已经1天没吃饭了。政委啊，下一步要研究一下应对心理战的措施了。这样下去，部队会被拖垮的。没错，这方面我们训练搞得太少，总以为敌人的心理战只是政治宣传，没想到成这个样子。张参谋，到目前为止，我们走了多少路？中路推进了220公里，220公里，到达宿营地是260公里，平均1小时23公里多点儿。牛车都比这快。刚接到右路朱团长电话，他们通过统领山了。蓝军工兵炸开了统领山分水岭的一处山体，造成山体滑坡，隐埋了公路，目前正在打通。什么？他们把山体炸开了？是。过分，太过分了！看样子韩鹏是铁了心了，想把我们困死在这千里行军路上。什么时候能打通？预计要在明天上午8点左右。明天上午8点，这样下去，后天还能赶到安旗江渡口吗？队长，朱团长他们已经被堵在统领山一带，他们请示能否改变行军路线？他们想怎么走？走祁连2省道，从东面绕过统领山和小毛山，估计要多走130多公里。一度。这条路上安全吗？路况不错，去年刚翻修过，应该没问题。关键是蓝军还不知道我们要绕着走，不太可能设伏。队长，你看，这样，摩步3营继续留下来打通统领山，炮团可以改道，不过要派出兵力，提前赶到安西渡，控制渡口和渡船。明白。山豹旅虽然经过一番努力，有效地组织了红军的快速挺进，但韩鹏心里很清楚，红军首领楚占刚是不会轻易被他这几招心理战就阻挡在途中。充其量是红军的行程耽误1-2天，但这一成果已让韩鹏感觉到现代战争的信息空间无限之广，手段无限之多，这会对未来战场面貌带来强烈的，甚至是颠覆性的冲击。